我们上月就会来 Cookie 讲也门。今天呢是马来西亚的新首相上任的日子。唉，我上个礼拜就投完票啊，整个手指都这样子啊。等海外观众等下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那就我们投完票5天啊，等了120个小时啊，首相终于上来了。今天是11月24号，马来西亚第10任的首相安华今天下午5点宣布上任啦。有很多人不知道马来西亚的政治形态，到讲我们是君主立宪制，也可以叫做内阁制啊。简单来讲呢，我们的国会有222席，只要你超过一半，也就是112席，你就可以执政。那如果没有到一半，你就不能执政，就要找朋友啦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几天投完票之后，然后大家还要一直在找朋友来组成新政府，一找了5天，120个小时，唉，这个时间过很快啊。好。先这样子，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上个礼拜六我投票的时候，我们等下再来做结论。OK，Let's go。泡沫上月球，欢迎大家来到 Cookie 讲 Yeah Man。今天呢是我第15届马来西亚大选的整个投票的过程。先说一件事情，当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，你投票了吗？那如果你没有投票，你会后悔没有去投票吗？那如果你投票了，应该是一件你以后会记得很久的事情。在我印象中啊，你看大家现在是绵绵细雨啊，就是这麻婆很多人喜欢把那种维拉改成那种很吵的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在我印象中呢，就是没有一届的大选是在雨季，也就是11月举行。以前有印象都是3月啊、5月，所以就觉得蛮奇怪的。就这一次真的是在雨季。然后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呢，我们在影片的最后会和大家分享，你马来西亚的国会制跟总统制在有什么不一样，就跟其他国家比下来。影片的开始呢，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件东西，就是投票率。马来西亚大选的投票率一直都很高，大家看这张图哦。就是从1980几年开始算起啊，都是70%几，只有1年在60几左右。然后可是这2年呢，都冲到80%几。哦，来旁边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做身份证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古迹啊。我觉得应该也是可能有100年的历史了。麻婆是一个很老的城市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变化的城市。我们可以到80%几啊。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，可是还有2个前提条件。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以前我们的选民是20还21岁以上才可以投票，然后你要去登记成为选民才可以，就是2个条件。所以投票率高是你登记了，你自然就会想要去投票嘛。那现在呢，就从这一届大选开始，就是18岁以上自动成为选民，自动成为选民，而且我们的投票时间很长，我们是直接投票投到傍晚6点。台湾好像投到4点。上一个影片啊，我提到投票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有几个网友的留言让我很感动啊。就第一个是香港的朋友啊，你们还有反对派可以投，其实香港的反对派已经不能参选，请你们珍惜你们的选票。是啊，我们其实我们是反对党，不是反对派。不过你讲的东西，其实我很有感触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有一个中国的朋友，他说他30几岁啊，都没有看过选票。强国人很羡慕你们能投票，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票啊很重要，可以改变很多东西。就是我们可以让那些政治人物知道，你们不是可以这样随便乱来。马来西亚就是在上一届大选之后啊，3年换了3个首相，就3个党来组，真是很乱的一件事情。可是我们可以用我们手中的选票告诉他们，你们过去3年做的东西是呸！吔屎啊你！这就是我们选票的力量。如果到这里呢，你看到这个影片，你没有回家投票的话，你会不会后悔？我不知道。可是我没有后悔，因为我回来投票了。好了，我们先去吃一下鸡饭，然后吃完鸡饭之后，我们就去投票。OK。够力哦，人这样多啊！够力哦，人这样多啊！看来投票率这一次不错哦。投票率不错，可以啊。
来这边认识一个人，你今天投票了吗？投了。投了啊。哎，投了，有这样就是，我还没有投。啊，这个投票了的，这个投票了的，这个还没有投，怎么呢？等一下才投。OK， 跟我一样，等一下才投。人太多啊，并桌，啊，生意还是这样好。走。都还没有投票。等一下会去投嘛？可以啦。好，后面就是我要投票的地方啦。马来西亚投票一般上都是在学校啦。小学、中学都有，只是很奇怪一件事情，我投票投了这么多次哦。我们4个兄弟姐妹是在这里，然后我爸爸妈妈跟我们这里距离大概10几分钟。马来西亚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，也就讲说我们是有国王的。我觉得君主立宪也没有不好，就是至少呢，到最后有一个人可以裁决一件事情，当然他要公正啊。所以我们的宪法是1957年7月开始用到现在，可能是沿袭着英国的制度。然后很多人讲，我们上一届就2018年的时候，我们是就61年来第一次换执政党投票投出来，但是呢，严格来讲应该不是61啦。打不来行李啊？OK，sorry，乱不嘞？里面不能拍东西，可以看到里面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人。好，我们投票先，投完票再讲。投完啦！马来西亚投票的时候，要用你的手去沾个墨汁，证明你已经投过票了。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很轻易的认出谁有没有投票。呀，可是这个据说要7天才可以消。来，我们现在就先回家睡觉，然后我要去载我爸爸去投票。那在我投票之后呢，我们之后和大家揭晓今天就是整个投票的过程，所以可能会就几个小时后啦。但是我觉得啦，因为这一次呢，不会有一个党或者联盟单独过半，所以今天出来的成绩也没有什么，也不会很重要，就不重要了。就他们之后还要再去交朋友啊，然后找到112席的国会议席。今天的结果不重要，重要是之后找朋友比较重要。OK， 我们等下见。好，就是这样啦。整个投票投完了120个小时，5天之后才有新的首相上任，也是等蛮久的。第一个，我们就先来分享我们的最高元首苏丹阿杜拉。苏丹阿杜拉呢，他其实是蛮有历史性的一个人历史性并不是因为他很有历史性，而是他待的这个时代。这一任的苏丹呢，他在2019年上任，2020年呢就发生了喜来登政变就马哈迪下台，然后就慕尤丁政府上台担任第8任首相，然后2021年8月呢就有一个倒幕运动，慕尤丁就下台，巫统的沙比里呢就担任第9任首相。接下来呢就是今年2022年的11月，我们经过了我们第15届的大选，没有任何一个联盟单独简单过半就拥有112席，然后大家就要去抓朋友、找朋友。然后找朋友之间呢，又有互相看不顺眼的，以前是几10年的仇人，然后就是你要支持这个，然后又搞到5天，然后这个最高元首就一直见人，见国会议员，见那个党魁，见来见去他真的很可怜的。以前的最高元首5年就住在王宫，马来西亚叫王宫，不是皇宫国王的王，然后他就住在王宫5年，然后有一些就是很好的收入然后5年过了就换另外一个人。这个苏丹阿杜拉真的很可怜，不过就像我刚前面讲的，因为他事情很多，所以他会被人家记得。他是彭亨州的苏丹苏丹阿杜拉。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小故事，就是我们刚有提到嘛，投票按手印嘛。那我那边投完票，我就问我妈妈：“妈，以前不用按手印的咩？”我妈就讲说：“2013年以前都不用按手印的。”那国政这样子弄都是他们赢的，都不用想这种招。我跟我姐姐听完之后就那边笑，真的就是2013年以前就是国政讲选都是赢。那会有现在的整个就是反对党的声浪，其实也就是现在这个首相安华，他在1998年进行了烈火默契运动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他在以前1998年的时候他是副首相，后来被马哈迪开除了。开除了之后，然后他就觉得还要反对这巫统，反对这个国家长期的垄断黑金政治，
所以就想要再做一个清廉的政治，然后就举办了一个烈火莫熄的演讲。那天有10万人到体育场，结果他演讲完之后就被抓进牢里面，然后就被警察打到欧巴卡黑眼圈，之后他就被放出来，他就创立了公正党，然后公正党的旗呢是长这样子 ，bling 啊，就是一个蓝眼睛，这个蓝眼睛就要纪念安华那时候被打到欧巴卡。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就是他跟马哈迪啊相知相爱相恨相仇啊20年啊，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。他又跟马哈迪联合组了一个政府，我就觉得这个历史就是有时候比连续剧还精彩。也就是安华的烈火莫熄运动，才有了之后的，不管是马来西亚的 Bersih， 也就是要求选举要干净啊，反对贪污啊这些事情。安华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，而且安华在我小时候，1990几年的时候，我在中学的时候，他拿了毛笔字写。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一个马来人写中文的，我那时候啊，因为我很小嘛，我还以为安华是华人呢。你看安华这个名字取得多好，安抚华人，安抚华人，安华，名字取得对啊。虽然等了久一点，还是会做首相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啊，非常开心可以记录这个我投票的这个影片啊。5年前我还没有拍 YouTube， 我觉得5年后我应该也不会拍 YouTube 了。那今天。这支影片应该是我唯一一次记录我在马来西亚大选投票的影片。明天呢，就是台湾的9合1县市长的选举。我觉得台湾的朋友呢，如果你们真的可以出去投票，投票是一件自己会很感动的事情啊。我自己这么认为啦。可能台湾投了很多年，但是我自己一直都觉得投票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。对啊，投完票之后谁上任其实就跟我没有关系，可是。投票那个过程是很感动的。这一次呢，马来西亚的投票率呢大概是74%左右啊，都比以前低一点。可是我们这次是开放18岁以上自动成为选民啊，也就是以前没有登记的时候，那个，但是我们的投票总数是增加的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台湾的观众明天真的要记得出去投票，真的要记得出去投票。真的，马来西亚如果你扣掉那些。5%到10%在国外工作的没有回来，我相信这个投票率会更高。这次投票真的还蛮感动的。那今天影片到这里为止，喜欢这个影片在 YouTube 看到就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；在 Facebook 看到的话，帮分享出去。OK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，不去。